19世纪中期，美国加利福尼亚发现大量黄金，第一批有冒险精神的淘金者马上赶过去，分了第一块蛋糕。其他年轻人看到这些成功案例，开始纠结起来。去吧，也不是每个人都能淘到金子，何况金子越来越少，人越来越多，万一淘不到，不是白跑一趟吗？不去吧，可能错失一个机会，犹豫的时间越长，机会就越少。如果是你，你该如何选择呢？有个年轻人，他去了，但他不是去淘金，而是把牛仔裤卖给淘金的人，赚了很多钱。你可能会觉得熟悉，没错，他就是牛仔裤的鼻祖李维斯。当然咱不是聊成功学，而是说同样一个问题，有些牛人的思维方式为什么会显得比较高端？我看到的只是去不去淘金，人家看到的是淘金背后的生态系统。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星河百度，今天咱们就深度分析一下那些牛人在思考问题时用到的4种思维模型。如果思考仅停留在表面，就只是一个节点，没有深度，不够全面。思维应该是一个链条，从表面的一个点向上可以挖掘事物的根本原因，向下可以推断事物的发展结果。深度思维提到了5 why 和5 so 思考法，咱们来看一下。5 why 就是咱们对一个问题不断的追溯原因，直到找出问题的根本原因。举个例子，一个博物馆东边的外墙腐蚀严重，需要经常刷漆。对于这个问题，张三觉得多刷几遍漆就好了，这就是停留在表面的思考。李四觉得得提出几个 why。第一个 why， 为什么这面墙腐蚀严重？结果是因为清洁工用了高腐蚀性的清洁剂。第二个 why， 为什么他会用高腐蚀的清洁剂？原来这面墙经常沾很多鸟粪。第三个 why， 为什么鸟喜欢在这儿拉屎？是因为这里有很多蜘蛛，鸟以蜘蛛为食。第四个 why， 蜘蛛为什么偏爱这面墙？原来这面墙上有很多小虫子。第5个 why， 虫子又为什么喜欢待在这儿呢？因为这里有很多窗户，博物馆里的光会透出去，虫子有趋光性。问完之后，咱们就知道光刷漆好像没用，还得给这些窗户加上窗帘才能解决问题。这里不是说非得问够5个 why 才行，当答案对解决这个问题没有意义的时候，就可以停止了。比如你再问虫子为什么有趋光性，就不太合适了。另外，回答要往可控制的方向推进，避免不可控的因素。比如第3个答案是这里有蜘蛛，鸟以蜘蛛为食。第4个 why 就不能问为什么鸟吃蜘蛛，因为咱们控制不了。5 why 是向上追溯原因的过程，5 so 就是向下推断事物发展的过程，就像高手下棋一样，预判棋局很多步之后的走势。咱们把上面的例子反过来看，你要建一座博物馆，图纸显示东面的外墙有很多窗户，这个时候咱们可以预判日落之后这里可能会聚集很多虫子，接着吸引蜘蛛鸟类，残留的鸟粪必须要用高腐蚀的清洁剂，这样一来墙体就腐蚀严重了。预判之后我们可能会调整图纸或者准备预案。5 so 也不是说一定要向下推5级，每一级的概率有高有低，当概率低到没有实际指导作用的时候就可以停止了，然后等待时间推进，让时间吞噬链条的前几级，从而使得后面几级的概率自动提高，再继续向后推论。文人看到日出会说一句日出雾露余，轻松如高木。理工男会想到地球又自转了一圈，我就不一样，回抱怨又得起来搬砖了。不同的视角看待问题就会有不同的结果，避免视角单一，我们就得把自己抽离出来，养成换位思考的习惯。英国学者爱德华·德伯诺提出的6顶思维帽也是换位思考，但不是换成某一个人，而是换成了一个智囊团。白色帽子客观中立，只关注事实和数据；红色帽子感性直觉，凭兴趣和感情判断；黄色帽子积极乐观，充满希望，正面思考；黑色帽子否定质疑，谨慎小心，保守行事；绿色帽子创新思维，标新立异，天马行空；蓝色帽子全局分析，把控整个思考过程。在遇到重要或者复杂的问题，不敢轻易拍板的时候，就让这6顶帽子坐在一起开个会。初步提案阶段，蓝帽定义和描述问题，红帽开始征求大家的意见，白帽列出数据，陈述事实。建设性思考阶段，黄帽提出方案，绿帽名字感觉怪怪的，补充并大胆寻求新的设想。蓝帽针对提案发问，黑帽识别风险，与黄帽绿帽沟通风险应对，得出可行性结论。最后结论阶段，红帽观察感觉上的变化，黄帽陈述最终方案，蓝帽全面概括和总结。思考问题时，帽子没有绝对的使用顺序，每顶帽子可以多次使用，也可以不使用。如果问题复杂，咱们最好找一张纸，把问题、风险、方案都列出来，这样便于理清思绪，避免大脑混乱。如何系统思考一书中概括了系统思考的4个特点：1. 看到全貌而非局部； 2. 看到结构而非表象； 3. 看到变化而非静止； 4. 条理清晰而非杂乱。要形成系统思考模型，应该从3个维度入手：动态思考、深入思考、全面思考。动态思考从线性思考到闭环思考。在传统思维中，因果之间是线性作用的，即因产生果，
但在系统思考中，因和果并不是绝对的，有可能是环性互动的，就是因会导致果，这个果又会是其他果的因。比如一个项目延期了，一般情况下咱们开始找原因，可能是项目需求变动，人手不足，效率低下，接着是加班追责来弥补项目延期带来的损失。但用动态思考我们会发现，加班会导致员工产生抵触情绪，加剧低效，追责导致员工流失，人手更不足了，如此一来项目可能延期更久。在很多复杂的系统中，因与果之间可能存在着很多环环相扣的闭合回路，这一回路相对隐蔽，不容易发现，我们可以借助因果回路图来辅助思考。深入思考，从表面事件到系统结构。海面上的冰山是我们可以观察到的事件或活动，比如咱们看到的新闻、刷的短视频等等，但可见的部分真的只是冰山一角，更大更复杂的部分都在海平面下，我们看不到。比如一个部门项目问题频出，责任追究下来，导致员工一个接一个离职，结果项目问题没解决，人员流失也成了问题。只看表面就会造成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局面。深入思考需要我们从看到的表象更进一步思考个别事件背后反映的系统问题。员工只是整个项目中的一个环节，一个员工出错可能是员工问题，多个员工出错很可能是系统流程甚至管理者的问题。全面思考，从本位局限到关照全局。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奥托夏默教授将复杂性问题分为3类，其中一类是社会性复杂，就是说问题本身从技术角度可能并不复杂，但是这个问题涉及多个利益相关者，如果只照顾一方，其他相关者的利益会受到影响，新的问题就会涌现出来。比如你的部门调整了工作流程，上下游部门可能就不愿意了，你一调整我们也得调整，不然对接会出现问题。平行部门觉得你争取了更多的资源，没准也会不开心。牵一发而动全身，全面思考可以用罗盘图来辅助，第一圈是问题，第2圈原因，第3圈结果，最外面是利益相关者，然后从内到外一层层的思考和解决。咱们跟人聊天的时候会有一种感觉，有些人思路清晰，语言逻辑性很强，听起来很轻松，还有一些人东拉西扯，说了一大堆没有什么主题，让人难以理解。举个例子，你是个店长，让2个店员想办法提高一下销售额。张三说，搞几场活动，可以推储值卡，送一些赠品，也可以推一些有竞争力的商品。李四说，可以从顾客、货品、营销3个方面着手。顾客方面，老顾客通过会员活动增加粘性，新顾客通过传单、短信等途径触达。货品方面，盘点商品，梳理层级，主推有竞争力的商品。营销方面，根据商品层级制定不同的营销策略。其实2个人说的意思差别不大，但你会觉得张三就是个新手，没有条理。相反，你升职之后一定会提拔李四当店长。结构化思维就是从事物的结构层面出发，来引导思维和组织表达的思维模式。它可以让我们在思考问题时更有逻辑，与人沟通时条理清晰，解决问题也更高效。培养结构化思维需要记住下面3个原则：一、主题明确，就像咱们上学那会儿写作文一样，先有个中心思想，这样不至于写着写着跑题了。大脑思考的前提是需要有一个焦点，就是你要给它发出指令，要想什么要做什么，不能是漫无目的的思维。思考要先有焦点，沟通要结论先行，做事要先确定目的。2、归纳分组，根据主题倒推出的想法和信息，进一步归纳分组，建立清晰的逻辑框架。比如上面提高销售的方案，李四分成顾客、货品、营销3个维度，这是空间上的逻辑框架。除此之外，还有时间上的框架，比如整个活动过程可以分为筹备阶段、执行阶段、复盘阶段。最后是程度框架，就是把很多想法按重要等级来分。3、逻辑递进，主题倒推出方案，方案可以继续倒推出具体的执行细节，形成一个金字塔结构。金字塔纵向层级之间有逻辑关系，横向同层之间可能也有一定的关系。比如顾客和营销这2个维度，营销会针对老顾客制定不同的营销方案。经常网上购物的小伙伴可能会发现，一些店铺给老顾客5块钱的优惠券，新顾客就是10块钱，杀熟手段玩得很溜。不知道小伙伴发现没，上面每个思维都分别参考了一本书，一共4本，看上去好像并不难，但真正应用到工作和生活当中还是很有挑战性的。有句很鸡血的话，思路决定出路，话糙理不糙。人和人的差距很大程度上真的是因为思维上的差距。好在思维是可以培养的，不断的刻意练习就可以提升思维认知，让咱们从淘金者变成那个卖牛仔裤的人。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儿了，感谢您耐心观看。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还望订阅关注，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一个人能走多远，要看他与谁同行。关注星河百度，咱们每周聊点有温度的成长内容。下期视频不见不散。